海外中吹的刁钻角度，你们永远也想不到。来看看这张图哈，有外国网友将中法俄三国的末代皇帝的下场做了个对比。法国末代国王路易16被公开处死，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2世一家秘密被杀死，而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在经历改造后，成为了一名模范公民，过上了全新的生活。1950年，溥仪作为战犯被苏联人押解回中国，满脑子都是要掉脑袋的恐惧。毕竟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没几个能善终，但剧本没有按封建王朝的套路展开，迎接他的不是枪子儿，而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粗布囚服。溥仪在里面的生活自理能力堪称是活久见，45岁了不会穿衣服，早上集合别人都列队了，他还在忙着叠被子，叠得像一坨发面馒头。最崩溃的是倒马桶，轮到他值日的时候，这位曾经的95之尊拎着马桶浑身发抖，差点脏东西都泼到他自己身上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帝，竟然逐渐成长成了劳动标兵。管理所的这9年，他在菜园子里浇水摘菜，晒得皮肤黝黑，在医务室帮人量血压，动作比护士还专业，甚至还学会了用缝纫机补衣服，针脚密的能拿去摆摊。1959年的9月17号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毛主席提议的特赦决定，刘少奇随后签署特赦令。当溥仪在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要知道，就在几天前，他还信誓旦旦地对管理所副所长说：“我这样的罪人怎么可能特赦？”结果转眼就被喜讯冲昏了头脑。被特赦以后的溥仪生活又迎来了新的转折。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他的生活和再就业问题，专门抽出时间宴请他和他的家族成员，并和他商讨工作安排。1960年，溥仪被分配到了北京植物园当园丁，每天卖门票、浇花、扫地。园子里的青年人对他在故宫里的皇帝的生活非常的感兴趣，问这儿问那的，他也如实的讲给大家听，说的大家捧腹大笑，他自己也跟着哈哈笑。一天，溥仪从公共汽车上下来，站台上聚集了一帮奇人，忽然跪倒，还高声喊皇上，当时就把他气得够呛，训斥道：“解放都这么多年了，还来这一套！”说完，冲出人群走了。1964年，溥仪被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任资料专员，并担任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在这期间，完成了他的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。半个世纪以来，被译成了10几种文字，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。西方读者震惊地发现，原来高高在上的封建皇帝也能够被重塑三观。在生命的尽头，溥仪感慨道：“改造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，把一个地道的封建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公民，这是哪个国家也很难做到的。中国共产党办到了。”溥仪的骨灰被迁入了清西陵旁的华龙皇家陵院，墓碑上末代皇帝的标签被抹去了，只刻着“爱新觉罗溥仪”6个字。质疑、改造惨无人道的人不会知道，这位前皇帝亲笔写下了“我成了真正的人”。嘲讽政治作秀的人不会知道，他晚年像普通人一样蹬着28自行车逛胡同，排队买油条，亲切地和邻居打招呼。他的故事让海外的中吹无比的震撼。这不仅是老钟的智慧，更是我党的气度。